一群解开封印的守门畜生而已，竟也敢妄称是这天路中的王。此话刚落，那怪物大军之中便开始骚乱起来。本是不断发出低吼的怪物们，竟然开始发出疯狂的咆哮。准确来说的，那是凄厉的惨叫。没错，的确是惨叫。尽管眼下楚风无法睁开双眼，但却可以凭借精神力感受到周围的变化。那些怪物们正在承受着粉身碎骨的摧残，那光芒在扼杀他们，并且在这光芒之下，哪怕这些怪物体型巨大如山峰，数量之多如海洋，浩瀚无边，并且皆是武王级的强者，却也没有丝毫的反击之力。他们能做的只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肉身被炼化，直到自己的生命彻底消失。这种感觉是地威。楚风心惊不已，因为他能够感觉到涌动在那光芒中的力量有多么恐怖。这种感觉简直所向披靡，能够摧毁一切，哪怕是武王强者的钢铁之身，在这股力量之下也是不堪一击。而这种力量叫做地威。武帝。此时此刻，楚风竟然在天路之中遇到了武帝，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刻，不仅楚风心惊，就连淡台雪也是茫然无措，完全搞不清楚眼前的状况了。混账！你可知道我们来自哪里？竟敢对我等赶尽杀绝！信不信感受对方是要赶尽杀绝？那只9品武王的怪物出言威胁，可是他话还未说完，便发出了一道凄厉的惨叫。在那惨叫之后，他便彻底消失了。当那只9品武王的怪物消失后，本是惨叫不断的四周也是随之安静下来，那些怪物就如同消失了一般，周围一片孤寂。而与此同时，那刺眼的光芒也开始缓缓消退，黑暗再度笼罩了此处。楚风终于可以睁开双眼，可是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后，哪怕是经历过不少杀戮与大战的他，也是不由得心惊肉跳起来。那些怪物全部死了，数百万只修为在武王境的怪物全部都死了，一只都没有剩下。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彻底消失，因为在楚风的四周还飘荡着他们那巨大恶心的残肢，以及那散发着腥臭气味的血雾。这血雾以及残肢无边无际，仿佛占据了这方天地，一眼望去恐怖至极。这便是武帝强者。想象着先前那浩瀚无边的可怕怪物群，再看看此刻周围的景象，楚风不得不惊叹那出手之人的强大。武帝，传说中的存在，他的力量果然超乎想象。不过眼下最为恐怖的是，阵阵轰鸣开始自远处响起，那个声音像是陨石坠落而的所造成的声响，异常的刺耳且震撼人心。但实际上那是脚步声，听着那接连响起的脚步声，哪怕是楚风也是眉头微皱，因为他知道是那眨眼之间便将数百万只武王级怪物抹杀的人物走来了，这便是那位武帝。事实上，莫说是楚风，就连来自5之圣土，被称为妖女的淡台雪，此刻也是神经紧绷，紧张到了极点。二人都紧紧地锁定那轰鸣传来的方向。终于，一个巨大的阴影浮现，出现在了那血雾的深处。因为血雾的关系，很难看清那来者的容貌，只能看到一片阴影。但是从那阴影的面积上，却能够看出对方长得有多么巨大。这位来者竟然高大数百米，在他的面前，就连先前被抹杀的怪物也成了渺小的存在。而楚风以及淡台雪在他的面前，已经不能形容为是蝼蚁，而是灰尘。没错，在这个巨大的身体面前，楚风与淡台雪这样的人类之躯就如同灰尘一样渺小。有趣，看来这位武帝也不是一个人类，这天路还真是有趣啊！看着那逐渐看见的庞然大物，淡淡这位女王大人竟然显得颇为兴奋。至于楚风，眼下可没有心情开玩笑，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但是他却知道对方比先前的怪物群还要可怕。武帝强者，只要一个念头，足以让他魂飞魄散。而随着那庞然大物的靠近，尽管楚风与淡台雪踏空而立，但是每当对方落下一步，他们的脚下也会剧烈的颤动起伏，二人开始难以在这虚空之上站稳。此刻，那庞然大物的距离已经很近，但却依然是一片巨大的阴影，能够看见的唯有一双血红色的眼睛。那眼睛太大了，说它是一双眼睛，倒不如说它是2轮明月，血色的明月。那庞然大物突然停止不动，一双血红色的双眼投射出无形的光芒，笼罩在楚风二人身上。他是在仔细的打量楚风二人。多谢前辈相救。见对方不动，楚风则是抱拳道谢，不管对方有意无意，但是先前对方的确是救了他们。你随我来。一道古老深沉的声音自那庞然大物之中传来，随后他便调转身形向来时的方向行去。见状，楚风也并未迟疑，而是赶忙跟了上去。至于淡台雪也是跟了过去。你站住！然而就在这时，那庞然大物却突然将目光回转，并且2道血红色的双眼散发出异常恐怖的杀意。他将那恐怖的目光凝聚在淡台雪的身上，以极为冷酷的语气说道：再敢跟随半步，让你粉身碎骨。此话一出，淡台雪也是娇躯一颤，被吓得不轻。他止住了前行的步伐，不敢再移动半步。尽管看不到他的容颜，但楚风也能够感觉到，此刻的淡台雪是满面冷汗。武帝一言一行摄人心魄，这种境界的存在已经超乎了寻常的修武者。继续前行，可过天路，前方无人再阻拦于你。见淡台雪不再跟随，那庞然大物的语气倒也柔和了许多。多谢前辈提点。而听得此话，淡台雪也是松了一口气，并且向来冷傲的他竟难得的向那庞然大物施以一礼，表示感谢。只不过那庞然大物却没有再理会淡台雪，而是迈开沉重的步伐继续前行。但是楚风能够看出，他前行的方向的确并非通过天路的方向，而是这天路的某处。楚风，你小心一些，不管他找你何事，切莫顶撞于他。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又何况你面临的
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武帝，有时候适当的卑微一些，也许就能够保你一条性命。见那庞然大物离去，淡台雪暗中对楚风传音道：“面对武帝强者，就连他也不敢大意。卑微，换作是你，你可以卑微吗？”楚风笑着问道。然而淡台雪却并未回答。卑微也分人，有些人天生就是宁死不屈的性格，楚风是这种人，而淡台雪也同样是这种人。淡台姑娘，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的关心。放心，我总有一日会在五之圣土与你相见，咱们后会有期。楚风再度一笑，便向那渐行渐远的庞然大物追赶而去。那庞然大物加快了行进的步伐，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血雾之中，而楚风紧随其后，也是很快的离开了这片血雾。此刻，这方恐怖的血雾之中，便只剩下了淡台雪一人。他望着楚风与庞然大物离去的方向，看了很久，这才喃喃自语道：“这楚风究竟是何来历？那个武帝级别的存在，为何要找他呢？”淡台雪好奇地思索着，但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索性他不再多想，而是娇躯一纵，按照那庞然大物所指的方向前行，向五之圣土行去。至于楚风，自然还跟随着那武帝级的庞然大物。眼下没有了血雾的遮盖，再加上二者距离更近，所以楚风能够清晰地看清那庞然大物的样貌。他的确不是人类，但却有着人类的身体。至于为何说他不是人类，因为他的脑袋像是一只狗，确切地说，那更像是一只狼。不过实际上，他既非狗，也非狼，是一种楚风从未见过的生物。它高达数百米，就如同一个顶天立地的天梯。他身穿金色铠甲，但却没有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此刻最吸引楚风的是那庞然大物手中的兵器，那是一把权杖，一把很特殊的权杖，就如同是来自这庞然大物的肉身，与庞然大物本就是一体。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权杖之中蕴藏着某种力量，让人为之忌惮的力量。一路走来，楚风曾尝试与这庞然大物沟通，不过他却对楚风视而不见。虽然没有呵斥过楚风，但却也没有理会过楚风。就这样一路前行，与其说他是让楚风跟他走，倒更不如说他是在为楚风带路。楚风，这只大狗头不会无缘无故救你，不会他是你亲人吧？淡淡一脸调皮的笑着，并且笑得格外开心。少胡扯！楚风显得颇为无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般从容，甚至还敢开玩笑的，恐怕也就只有淡淡能做到了。虽然淡淡的玩笑很扯淡，但实际上楚风也在猜测着这庞然大物的来历。尽管楚风觉得这只武帝级的庞然大物不可能是自己的亲人，但应该也与自己有着一些关系才对。甚至楚风在猜测，他正带着楚风向皇甫皓月发现他的地方行去。可以说，这只庞然大物与他是一伙的。想到此处，楚风越加兴奋，越跟越紧，生怕错过解开自己身世之谜的机会。而在这庞然大物的带领下，楚风果然来到了天路的边际，进入了一条宽阔的通道。这里同样是一座领地，但是却比楚风之前看到的两座领地恢宏数倍，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看着通道两边的建筑，楚风越来越激动，因为此处所带给他的感觉，就如同当初皇甫皓月所说的一模一样。如果非要形容两个字便可，那便是阴暗。但真实的感受却是另外两个截然相反的字：神圣。没错，此处的建筑就是给人一种如此复杂的感觉，看着阴暗，却又感觉神圣。竟然这么多大狗头！继续深入，哪怕是淡淡也是忍不住惊呼起来，因为此时此刻出现在通道两边的是一座座巨大的暗灰色雕像，那雕像个个高大数百米，手拿权杖，与此刻为楚风带路的庞然大物一模一样。不过唯一不同的是，道路两边的皆是雕像，但是此刻为楚风带路的却是一位活生生的武帝强者。起初楚风以为这些石像是为这位武帝级的庞然大物所打造的，但是很快他便发现他错了。眼下在楚风的前方出现了一座恢宏的大门，那大门已经打开了，大门之内一片昏昏暗暗，唯有深处有着一点点光芒。大门内能够阻隔精神力，哪怕是楚风的天眼也是没有用。不过此刻最让楚风心惊的却并非是那敞开的大门，而是大门外。大门外本也有这两座雕像，但是此刻却空缺了一座。最主要的是，那只武帝级的庞然大物眼下正在朝着那空缺的地方行去，并且整齐地站在了空缺的位置，与其他雕像做出了同样的动作。而也就在此时，最为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那武帝级的庞然大物身体开始凝固，金色的盔甲开始变化，化作暗灰色的石头，就连武帝的气息也是消失不见。最终他竟化作了一座雕像，与先前那些雕像一模一样的雕像。不会吧，这只救你的大狗头竟然真的是一座石像？这里有这多雕像，该不会都是武帝级别的吧？看着这一幕，淡淡也是惊讶的张大了小嘴，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哈哈，有趣，真是太有趣了，不愧是能够将本女王封印于你体内的存在。楚风，我对你的家人越来越好奇了，快进去让本女王看看他们究竟是何模样。震惊之余，淡淡催促道，因为不仅楚风急切，他也同样急切。寻找到楚风的家人不仅能解开楚风的身世，也许也能解开淡淡的封印。而楚风在深吸了一口气后，也是迈开步伐向大门之内走去。跨越大门，周围都是昏暗的，这种昏暗与天路内的黑暗不同。天路内虽然黑暗，但是凭借楚风的本事，依然可以看到很多事物。一定的范围内，所有事物他都能够清晰收入眼底。但是身在此处，他却失去了修武者所该有的能力。周围就是那么昏暗，哪怕他用天眼来看，也是如此，不会有丝毫的改变。所以楚风只能向深处淡淡的光芒处行去。而靠近之后，楚风不由神色一变，他终于知道那淡淡的光芒是何物所发，那是一小堆火焰。但是眼下吸引楚风的却并非那火焰，而是在那火焰旁
盘坐着的一道身影。楚风仔细观看，再度吃了一惊，他发现那火堆旁此刻坐着的身影，竟也不是一个人，那是一只猿猴。这只猿猴骨瘦如柴，毛发凌乱，身上穿着破烂的布衣，一眼望去，就像是一只将要垂死的老猿猴，狼狈不堪，虚弱至极。不过，楚风却发现那老猿猴呆滞的双眼，却隐藏着不易发觉的灵力，那是不经历过一定的磨难与实际，无法培养出来的灵力。至少这种凌厉的目光，是如今的楚风也远不具备的。这是什么情况？怎么除了狗头就是猿猴的？不会跑到动物园了吧？看着那只老猿猴后，蛋蛋忍不住意外的惊呼起来。他与楚风一样，几乎确定此处就是皇甫皓月遇见楚风的地方。所以当楚风跨越这道大门后，楚风与蛋蛋都觉得接下来会遇见的，就算不是楚风的父母，也会是楚风的家人。但是眼下这只猿猴，怎么看都不像是楚风的家人，更不像楚风的父母。因为这只猿猴从表面来看，连妖兽的水准都达不到，就是一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猿猴。可是楚风乃是掌握特殊力量的人，怎么可能与这种猿猴是一家人？晚辈楚风拜见前辈。尽管心中有些不解，并且对这只猿猴楚风没有一丝熟悉之感，但是楚风还是双手抱拳，弯腰屈身，对着那只老猿猴施以一礼。因为楚风确定此处就是皇甫皓月遇到他的地方。这猿猴不管是何身份，但是身在此处，应该不是敌人。就算不是楚风的家人，很可能也与楚风的家人有关，所以他值得楚风一拜。可是谁曾想，楚风客客气气的施以一礼后，那老猿猴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楚风，随后便再度将目光投向那火堆，说道：“太弱了，这种实力也有脸回来？滚吧！”平淡的语句充满了冷漠，甚至有着浓烈的不屑与轻蔑之意。本以为已经寻得自己出处，将要与亲人相见的楚风，对于这样一番话显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考虑到种种不确定的因素，楚风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再度对着那只老猿猴施以一礼道：“前辈，您认识我？您既然认识我，那能否告诉我的父母如今身在何处？”楚风话音落下，那老猿猴却不予理会，甚至没有一丝动容，而是拿起木棍挑了挑那座火堆，让火焰燃烧得更为旺盛一些。前辈，晚辈不知有何处做得不妥，让前辈您心有不快，要这样对我。但是楚风能够来到此处，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我的要求不多，只是想见一见我的家人，所以若有得罪之处，还望前辈见谅。问话无果之后，楚风再度对着那老猿猴施以一礼，随后便迈开步伐向前行去。既然老猿猴态度恶劣，那楚风也不准备与他废话，干脆越过他向深处走去。这座领地这么大，若是楚风的家人真在此处，那么就定然能够寻到。然而楚风还没有走出几步，一股无形的力量突然出现在其面前，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击在了楚风的肉身之上。这股力量直接将楚风轰退数米，落地之时，楚风只感觉气血翻涌，但却没有太多的疼痛。那力量之势将他击退，却并未伤他。这一刻，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先前被弹回的地方，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先前击退他的绝非是视线便布置好的屏障。随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那只老猿猴，可是却发现那老猿猴依然没有看他一眼，并且先前那波动袭来之际，楚风没有防备，他也不能确定那股将他波动的力量是否来自于这只老猿猴。突然楚风一个鲤鱼打挺，便站起身来，紧随其后他施展出了身法武技，巧妙的步伐使得他的肉身化作离弦之箭，以光一般的速度向深处掠去。然而这一次却如同之前一样，楚风还未越过那苍老的猿猴，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击退回来。这一刻楚风有些动怒，因为他有仔细观察，他几乎能够确定施展出无形力量的正是那只苍老的猿猴。不过尽管心中有所不爽，可楚风却也没有展现出任何怒容，因为他觉得这只苍老的猿猴肯定与他的家人有着一些关系。所以楚风仍是很恭敬地问道：“前辈，您为何要阻拦我的去路？”但是令楚风想不到的是，这一次那苍老的猿猴仍是无动于衷。是楚风的话语如耳旁风，这可难为坏了楚风。他几乎已经能够确定此处就是皇甫皓月遇见他的地方，他的家人，至少与他家人有关的人就在此处，甚至这老猿猴也可能是与他家人有关的存在，不然这老猿猴也不可能对楚风说那番话。他之所以说了先前那番话，这便说明他肯定是知道些什么的。但是眼下这老猿猴不但不肯让楚风过去，先前还驱赶楚风离开，这当真是难为坏了楚风。要论实力，对方简直深不可测，楚风根本无法强行闯过。可是好言询问，对方又置之不理，简直就是软硬不吃，这叫楚风如何是好？楚风，让我出去试试吧。这只猿猴不简单，据我猜测，他的实力可能比我被封印之前还要强。他绝非普通的武帝，就算说是他将我封印于你体内，也未必没有可能。你呀，我出去，让我问个究竟。就算询问不出你的身世，起码也让本女王明白，他为何无缘无故将我封印在你的体内。就在这时，蛋蛋开口了，而听得蛋蛋的话后，楚风也没有回绝。先不说蛋蛋是准备帮自己，本身蛋蛋也有知情权，他出面询问并无不妥。于是楚风意念一动，便将结界大门开启，而蛋蛋这位女王陛下也是从中缓缓地走出来。当蛋蛋出现后，那只猿猴则是神情一动，似乎对蛋蛋的出现颇感意外，但他也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蛋蛋后，便收回了目光，不再理会蛋蛋。对于这只老猿猴的反应，蛋蛋似乎早有准备，他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了一个既可爱又妩媚的笑容，迈开修长的美腿向前走了几步。可是当蛋蛋停下之后，却做出了一件让楚风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举动。蛋蛋双手掐腰，柳眉倒竖，张开小嘴，以极为响亮的声音对
对着那只老猿猴怒骂道：“你个老不死的杂毛猴，在这装什么大头蒜？你以为活得岁数大点就能显威风，还敢叫楚风滚蛋，还敢阻拦楚风？你真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不成？我告诉你，楚风好欺负，本女王可没那么好欺负。为何将本女王的修为封印？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否则我就拔光你的猴毛，让你做个无毛秃驴。”蛋蛋此话一出，楚风顿时就懵了。他想过多种蛋蛋将要相劝那老远后的方法，但却没有想到蛋蛋会这般生猛，竟然连半句软话都不说，直接辱骂起对方，并且言辞是如此的激烈。而就在这时，那老猿猴则是噌的一下站起身来，并且与此同时，一股凶猛的地威如同飓风一般横扫开来。那地威太强了，在这股地威的面前，楚风就如同被冰冻了一般，就连呼吸也是感到困难。而再看蛋蛋，竟然直接趴在了地上，在那绝美的小脸之上布满了痛苦之色。区区一只修罗灵界的界灵，也敢这般与我说话？谁给你的胆子？老猿猴怒了，他的这句话怒意十足，甚至能够听到牙齿摩擦的声音，可见他有多么愤怒。而此刻的蛋蛋也是一脸的倔强，他似乎想要反驳什么，但却根本没有开口说话的力气，脸上的痛苦之色越发浓郁，这让楚风心疼不已。前辈，蛋蛋心直口快，再加上他被束缚力量强行封印于我体内多年，心中有怨念，所以才会这般，还望前辈饶他一命。见状，楚风赶忙向那老远后求饶，界灵再强也是奴隶，奴不骄，主之过。你现在向我跪地求饶，我便放他一命，否则今日我就让他葬于此处，永不超生。老猿猴凶狠地说道。听得此话，蛋蛋大怒，他想说什么，可是奈何根本无法说话。这老猿猴太可怕了，他所散发出的虽然也是地威，但却比那只大狗头强悍数倍。就如同蛋蛋所说一样，这只老猿猴果然是个狠角色，强大到难以形容的。前辈，楚风若是真有得罪你的地方，你可以直说；若是楚风真有对不起您的地方，就是您不让楚风跪，楚风也会跪，但您不说缘由，便驱赶于我。说句实话，蛋蛋刚刚辱骂也是情理之中，你要我替他受罚可以，但是要我向你下跪，绝不可能。楚风坚定地拒绝道。少废话，我就问你跪还是不跪？老猿猴怒喝一声，这方领地都是剧烈遗产，他的力量不仅强横，他的语气更是不容置疑。楚风若是不跪，他真的会杀了蛋蛋。前辈，你若是不说针对楚风的缘由，让楚风向你下跪，那是不可能的。不过蛋蛋对我来说可不只是一只界灵，更不是什么奴隶，他是我非常重要的伙伴，我恳求以命换命，我恳请您放过他，只要前辈能够放过蛋蛋，我愿意替他死。楚风再度开口，并且此刻他的眼中已经布满视死如归的决意。听得楚风的这番话，蛋蛋的娇躯不由一颤，并且那双美眸瞬间红润，两行晶莹的泪滴已是自眼角滑落而下。老猿猴虽然控制了他的身体，但却无法控制他的情绪。当蛋蛋听到楚风愿意代他而死的时候，这位女王大人的心已是被其融化，为之动容。而就在这时，那老猿猴却突然一阵大笑，并且他笑得异常开心，直到好一阵后，才颇为满意的看了楚风一眼，道：“虽然修为差劲，但好在有些骨气，没有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说完这句话后，那老猿猴手臂轻挥，那地上由木柴燃烧的火焰竟然化作一根灯笼，落在了老猿猴的手中。跟我来吧！手提灯笼，老猿猴转过身来，他弯腰前行，向漆黑的领地深处走去。与此同时，那恐怖的地威也是消失不见。那地威消失，蛋蛋噌的一下站起身来，满腔怒火的他身形一纵，竟向那老猿猴攻了过去。不过对于这样一幕，楚风早有准备，他意念一动，便将结界大门在蛋蛋的前方开启，而蛋蛋猝不及防之下，则是直接进入了界灵大门之内。见自己得逞，楚风也是赶忙将结界大门关闭。楚风，你做什么？放本女王出去！本女王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我非要宰了那老猴子不成？见自己被楚风摆了一道，蛋蛋愤怒地咆哮起来。蛋蛋，我知道你有委屈，但是咱们现在实力不够，强行硬来，吃亏的只是自己。你要硬来，其实我可以陪你。总之，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就算死，我也会陪你。你若真想白白送死，那我现在就陪你。楚风说完这番话后，再度开启了界灵大门。只不过蛋蛋却并没有走出来，而是委屈地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泪珠，道：“为了你，本女王这次忍了。”话罢，蛋蛋便坐到了界灵空间内的墙角，双手抱住自己的膝盖，将头埋在胳膊里，不再言语。见蛋蛋这样，楚风其实非常心疼，但他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先不说那老猿猴实力强大，可毕竟这老猿猴的身上可能有着与自己千丝万缕的关系。先前他态度虽然恶劣，出言侮辱楚风与蛋蛋，但却并未真正的伤害他们。如今老猿猴的态度又突然转变，并且还主动为楚风带路，就算说他先前的恶劣举动是在考验楚风，那也未必不可。这老猿猴并非真心为难楚风，所以楚风也很难对他恨起来，更别提蛋蛋报复这老猿猴了。但也正因为这样，楚风才觉得蛋蛋是真委屈，才会心疼蛋蛋，因为他自己受再多委屈都可以，但是却不想至亲之人受委屈，而蛋蛋自然是他最为亲近的人之一，还不快跟上？就在这时，领地深处传来老猿猴那不耐烦的声音：“晚辈来了。”见状，楚风不敢迟疑，赶忙跟了过去。此刻的他心中太多疑问，而眼下在前方等着他的，很可能就是他的身世之谜。楚风在老猿猴的带领下，向领地深处前行，走了没有多远，便停了下来。此刻，在楚风的前方出现一座墓碑，而当看到墓碑上面的名字后，楚风的神情顿时大变，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涌现而出。因为在那墓碑之上刻写的名字竟然是楚风，并且楚风以天眼观察，
发现这座墓碑是普通的玄石打造，上面刻写字体的时间竟然与他的年龄相差无几。不过可惜，楚风的天眼也只能分辨出那玄石墓碑上字体刻画的时间，向那坟墓望去，便什么都看不出来。前辈，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解之余，楚风向老猿猴请教道。这一刻，老猿猴淡淡的一笑，笑得很是复杂，这才开口说道：按理来说，我应该叫你一声少爷，不过可惜，现在的你真不够资格让我叫你少爷，因为尊重是要靠实力来获得的。至于这座坟墓，曾救过你一命，而他现在还可以再救你一命。话到此处，一层无形的波动自老远后的身体涌出，落入那坟墓之中。这一刻，那坟墓的土壤开始滚滚翻腾，向外涌出。很快的一座棺材便浮现而出。这座棺材同样是玄石打造，但却非常的巨大，总之比寻常的棺材要大上10倍不止。看着那道玄石棺材，楚风的内心的复杂情绪越加浓郁。他真的很想知道这座棺材内有着什么，这与自己又有着什么关系？先前老猿猴说这座坟墓救过自己一命，如今还能再救自己一命，这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一声闷响传来，那玄石棺材的棺盖打开了。只不过当那棺盖打开后，那座棺材内涌现出的却是一阵耀眼的光芒。那是一座阵法，一座非常玄妙到楚风难以理解，强大到难以形容的阵法。不过楚风还是依稀看出，这应该是一座传送阵法，一座远在远古传送阵之上的传送阵法。去吧，这座传送阵可以把你安全的带到5之圣土。老猿猴淡淡的道。前辈，您这是要我走？听得此话，楚风很是诧异的问道。你当然要走，难道你还想留在此处不成？老猿猴淡淡的瞥了一眼楚风，那种目光就像是在说你必须马上走一样。前辈，您知道我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吗？您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我千辛万苦的打听到你们的所在，我千辛万苦的跑到这里，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想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我只是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可是我还什么都没有弄清楚，我还不知道我到底是谁的孩子，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到底是谁，我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我。您现在居然要我走？楚风显得有些激动，但是眼神之中却又有着一丝渴望。他渴望这只老猿猴能够告诉他一些事情，因为他能够确定这只老猿猴一定知道一些事情。果不其然，听到楚风的这番话后，老猿猴有些动容了，这才说道：楚风啊，并非我不愿意告诉你，只是你的父亲不愿意让我告诉你，其实他就在此处，只是他不愿意见你，因为你实在太弱了，弱到不配做他的儿子。什么？听得此话，楚风内心不由剧烈一颤，因为这个理由着实有些打击人。自己连做梦都想见到的父亲，自己发自内心所尊崇的父亲，并非不在此处，相反他就在此处，只是他却不愿意见自己，而不愿意见自己的原因，竟然是自己太弱了。突然，楚风笑了，他笑得异常开心，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是异常的愤怒。突然，他爆发了，极为愤怒地咆哮起来，冲着领地的深处大声呼喊道：这是他娘的什么狗屁理由？你们从小就抛弃我，让我做别人的孩子，如今竟然还不肯认我，而这个理由竟然是我太弱。好，我承认，与你们比，我的确很弱，我弱到可怜，可是难道亲情也需要用实力来衡量吗？天下间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父母？住口！然而楚风话还没有说完，那老猿猴便突然怒喝一声，那道声音充斥着极为恐怖的气息。当那个声音在楚风耳边炸响之际，楚风只感觉脑袋嗡的一下，仿佛整个人都被炸开了一般，而紧随其后，他那悲愤交加的情绪竟然神奇的平息下来。你没有资格责怪他，走吧，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不要再来这里。当然，你若觉得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你也可以选择不再回到这里，去过你想过的生活。老猿猴再度开口，但是话语之中却夹带着一丝忧伤。已经恢复冷静的楚风看到这样的老猿猴，心中莫名的酸痛。他突然意识到，对方是有难言之隐，又或者说是他的父亲和他的家人有着难言之隐。因为不管他们怎么对自己，可是当初皇甫皓月保护自己，还有之前天路之内大狗头解救自己，这都是出自他们的手笔。没有他们，也许自己早都死了。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对自己，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在尽所能的庇护自己。要说这样的家人不爱楚风，那根本解释不通。所以楚风判断，他们这样对待自己，一定是有难言之隐。可是又是怎样的难言之隐，能够让人将自己的孩子抛弃不顾？前辈，既然我父亲不想见我，我可以走，但是你能否帮我问一声我的父亲，我要达到什么修为，他才肯见我，才肯认我这个儿子？楚风很是冷静地问道，眼神之中甚至有着一丝祈求。看到这样的楚风，老猿猴的目光再度一变，就像是一层冰霜被融化了一般。老猿猴再度意味深长地叹息一声，随后说道：我若猜的没错，你在东方海域的时候一定被认为是天才。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弱吗？楚风知道，正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晚辈在东方海域的同辈之中的确不算弱的，但是在5之圣土定然有着许多在晚辈之上的同辈之人，与他们比，楚风的确不强。楚风回道：错，大错特错。东方海域也好，5之圣土也罢，说到底都是一方世界，只是内与外的区别。这里的人拿什么和你比？然而听得楚风的话后，老猿猴却是显得颇为激动，看着楚风以极为严厉的语气斥责说道：你体内有9色神类，那9色神类是你父亲给你的，你体内还封印着修罗灵界的界灵，那是你母亲给你的，你的身上流淌着他们2人的高贵血脉，你却还在与这方世界的废物相比，你还敢说你不弱？你不仅修为弱小到可怜，你的见识也是弱小到可怜。楚风，你真的是弱到家了，不仅辱没了家族的名声，更是辱没了你父母的名声。老猿猴这番话一出，楚风的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
尽管老猿猴的这些话是在斥责楚风太弱小，但却也间接的提供了楚风一些消息。原来他的9色神雷是他父亲给的，而蛋蛋与那只恐怖的戒灵是他母亲给的。从老猿猴那恨铁不成钢的语气中，楚风能够听出他的父亲和母亲绝非寻常角色，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存在才对。因为老猿猴的语气中蕴藏着崇敬之意，老猿猴是武帝，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能够让老猿猴崇敬的人，那将是何等人物，简直不可想象。尽管内心震动，但楚风却并未插话，而是静等着老猿猴再多透露一些关于他的事情。直到他不肯透露之后，楚风在自行分析一番严厉的话语后，老猿猴的情绪也缓和了一些。他看着面容平静，眼中却充满渴望的楚风，再度长叹一声道：“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身在废物云际的土地，自身变得弱小，倒也是情理之中。可是你毕竟不属于这里，不属于这里。”听的这句话，楚风内心一动，忍不住问道：“那我属于哪里？”“你来自天外。”老猿猴说道。“天外？”楚风心惊。罢了，既然你的见识如此浅薄，我就破例告诉你一些，让你清楚你究竟背负着什么。老猿猴，你的家族源于这方世界，但却早已被这方世界的人所遗忘，因为早在很久以前，你的家族便离开了这方世界。但毋庸置疑的是，你家族的实力足以让这方世界的所有人为之膜拜，包括那5支圣土的诸多势力。而你体内的9色神雷，便是你家族的标志，那是你家族独有的传承血脉，让你优越于这方世界所有人的力量。而你的父亲更曾是家族的骄傲，不过可惜，因为你的诞生，你父亲与你皆被驱赶出了家族，你父亲的所有荣耀都被剥夺了。可以说，剥夺了你父亲荣耀的罪魁祸首就是你。老猿猴凝重的道：“什么？我剥夺了父亲的荣耀？”楚风再度大吃一惊，想不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想了想老猿猴先前的态度，又想了想自己身上的事情后，楚风又似乎明白了什么。老猿猴说：“那9色神雷是他家族传承的血脉之力，可是那神雷却是在他10岁的时候才进入他的体内。这也就是说，在他10岁之前，他的体内是没有传承血脉的。哪怕是现在，他也根本没有彻底掌握那传承血脉的力量。这就充分的证明了老猿猴所说的弱小。一个连自己家族的传承血脉都无法掌握的人，甚至在10岁之前体内都没有血脉的人，难道不弱小吗？”于是问道：“前辈，是因为我吗？是不是因为我太弱了，才让家族将我与父亲驱赶出来，才让家族剥夺了我父亲的荣耀？不，将你们驱赶出来的的确是你的家族，但是剥夺了你父亲荣耀的人却是你，是你，你明白吗？”老猿猴指着楚风，愤怒地咆哮道，那个样子就像是看待一个大敌，眼神中竟有着些许恨意。而这一刻，楚风的内心则是复杂至极，一种难以形容的悲痛自心间溢出，流淌于身体各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楚风很久以前就知道他的家人非常强大，很久以前就知道他有了不起的父亲，尽管他从未见过他的父亲，但他却对他的父亲非常的崇拜。他努力修炼，一方面是为达目的，为了自己，另一方面也是想成为父亲的骄傲，成为自己家人的骄傲，想在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让家人看到他并没有给家人丢脸。可是原来竟是因为自己让父亲被驱赶出家族，甚至被剥夺了所有的荣耀，这着实让楚风有些难以接受。糟了！而就在楚风陷入低迷之时，那老猿猴却突然神色大变，在他的双眼之中竟然涌现出了一丝惊恐。突然他意念一动，那棺材内的阵法光芒大盛，已然开始运转，随后抓着楚风便将楚风丢入了棺材之内，说道：“待在里面不要动，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来，让这阵法送你离开。”说完这番话后，老猿猴便将那悬石棺盖移动，想要将楚风封在其中。见状，楚风赶忙身形一动，挡住了那将要封闭自己的棺盖，看着棺盖外的老猿猴问道：“前辈，发生什么？不要多问，按我说的做即可。”突然老猿猴的眼神变得深邃柔和，那种目光竟然有着一丝心疼和不舍，而他的语气也是变得异常的温和，对楚风说道：“楚风，你要记住，剥夺了你父亲荣耀的人是你，但能够夺回你父亲荣耀的同样是你，你是他的希望。”希望。听的这2个字，楚风的心跳顿时变得剧烈起来。在这一瞬间，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于是他再度问道：“前辈，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此处？我需要达到何种修为，我父亲才肯见我？”对于楚风的问题，老猿猴迟疑了一下，这才说道：“在你觉得可以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话罢，一股柔和的力量便将楚风推了下去，而那棺盖也是在此刻彻底封闭。这座棺材封闭了，可是这座阵法却还在运转。楚风能够感觉到这阵法很强，但此刻并未完全开启，这座阵法还属于酝酿状态中，唯有酝酿完毕之后，才能将楚风传送离开。不过眼下最令楚风意外的，却并非这座玄妙而神奇的阵法，而是这座棺材。这座棺材虽是玄石打造，但却很特殊，从外面向内观察，可以隔绝一切，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哪怕是楚风的天眼也是没用。但是此刻，当这座棺材完全封闭之后，却是完全相反，楚风竟然能够透过棺材看清外面的一切，就如同这座棺材和土壤都是透明的一样。眼下楚风能够看见老猿猴眼中的惊恐与不安并未减少，但是他却正在尽量收敛和掩饰。很快的，他便像的没事人一样，将手中的灯笼化成一堆火焰，盘坐在了那火焰旁边。老猿猴这一系列的奇怪举动，让楚风意识到很可能是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所以他很希望这座阵法酝酿的时间再久一点，能够让他知道究竟是要发生什么事，会让老猿猴这样的存在。就在这时，老猿猴的前方突然光芒四射，一道耀眼的金光浮现而出，那光芒太耀眼了，竟然将这漆黑的领地
照耀的灯火通明。在那金芒的照耀下，楚风能够看到这座领地真的是富丽堂皇，周围有着很多建筑，每座建筑都非常高大，如同座座通天巨峰，并且在光芒的照耀下也是璀璨无比。有的似水晶，有的似钻石，有的似冰雪，有的似火焰，皆是由特殊物质打造，既恢宏又气派，说是楚风有生以来见过最有气势的建筑也不为过。但是眼下楚风却根本没心情欣赏这领地内的建筑，先不说这领地太大了，那金光照耀的地方也只是冰山一角。最主要的是，当那金色的光芒出现的同时，一股异常恐怖的气息也是从天而降。那股气息非常的强大，可以说是楚风有生以来所感受过最恐怖的气息。在这股气息的面前，楚风真的感觉自己连一粒尘埃都谈不上，渺小到可怜。老袁，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突然，那金芒之中传来一声极为严厉而高傲的声音，那种语气高高在上，如君王临世。而当那声音响起之后，耀眼的金芒也是收敛了不少。终于，一道身影浮现在了老猿猴的身前。那道身影非常的高大，足有10几米高，并且他浑身金芒四射，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威势。也正因为那金芒太过耀眼，楚风只能看到他模糊的轮廓，却根本看不清他的容颜，甚至看不清他的衣着。所有的一切都被那金芒所阻隔，楚风只能感觉到他的强大，其余的根本无从观察。他是真正的贵族，高贵到凡人连看他容貌的资格都没有。但若让楚风来评判，他却更像是一位战士，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连老猿猴在他的面前也是显得弱小了几分。不过别看这位强大的超乎想象，但是老猿猴此刻却也是从容的。先前的惊慌早已不在，甚至根本没正眼看那人一眼，而是坐在原地轻挑着身前的那堆木柴火焰。老袁，是谁让你擅自召唤守护雕像的？你应该知道，你不能煽动此处的东西。见老猿猴这般态度，那位来者的语气更是愤怒。天路内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出现了，影响了天路内的秩序，我只是替经过此处之人除害，清除障碍而已。老猿猴淡淡的开口了，但却仍旧没有看那位来者一眼。老袁，你什么时候这么乐意助人为乐了？竟然动用我族的力量帮助这里的废物。那人很是讽刺的道，你什么时候这么闲了？竟然时刻观察着这里的动向，稍微有点动静你就赶忙下来观看，简直比狗的鼻子还灵敏。老猿猴也以一种讽刺的语气问道。听得此话，那人冷哼一声，随后意念一动，一层磅礴的精神力便释放而出，横扫开来。糟了！这一刻楚风暗叫不好，因为他能够意识到对方的精神力有多恐怖，那是一种生他数万倍的强大精神力。在这股精神力的面前，楚风根本是无处躲藏。不过楚风的担心似是多余的，因为当那精神力来袭之际，棺材内的阵法竟然微微一动，替楚风挡下了那精神力，使得那恐怖的精神力根本无法覆盖到楚风的身上。精神力被阻拦，使得那位意识到了不对，抬手一掌，一道金芒便爆射而出，向楚风所在的棺材飞掠而来。看着那正面袭来的金芒，楚风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能够感觉到那金芒之中蕴藏着怎样的力量，莫说是那金芒，哪怕是那金芒所散发的余波，也足以让他魂飞魄灭，死无葬身之地。可就在楚风觉得自己危在旦夕之际，老猿猴却是突然出手，不仅仅将那金芒抵消开来，更是未能让那金芒的余波扩散，可以说将对方的攻势挡得彻彻底底。楚空瞳，你是找死吗？竟敢对我家少爷的目的出手！在挡下对方的攻势后，老猿猴极为愤怒地质问道。那墓内有波动，我怀疑有人藏在其中，而你竟然如此包庇，看来多半是你藏的了。而这一刻，那楚空瞳更为愤怒，竟然直接向老猿猴出手。他这一出手，顿时金芒四射，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渺小无比，那金芒成为了天地间的唯一。在那金芒的面前，老猿猴的脸上也是浮现出了痛苦的神色。他全力抵挡，但却又难以抵挡，竟然被压迫的跪在了地上。老袁，你弱了，弱的不止一星半点。见自己老猿猴跪在了自己的面前，那位突然得意的大笑起来，并且笑得异常疯狂。老袁，想当初的你是何等的威风，明明只是一个外族妖兽，但在我楚家的地位却还要远在我等族人之上。当年只因我大哥的一句不敬之语，你便当着我族众人的面掌了我大哥足足3000个耳光，害得他觉得颜面尽失，自废修为，断送了一生的前程。那时的你可想过你会有今日？可曾想过来自斗战元族的你有朝一日也会跪在我的面前？那楚空瞳冷声说道，语调讽刺至极。楚空瞳，20年前你可敢与我说这种话？老猿猴暴喝一声，与此同时，浑身的猴毛竟然根根直立，一层磅礴的力量也是从其瘦弱的体内爆发而出。老猿猴竟然扛着那金色的光芒站了起来，给我跪下！然而老猿猴刚刚站起身来，那位的金芒便增强了数倍，竟再度将老猿猴压迫的跪在了地上。做完这举动之后，楚空瞳冷哼一声道：20年前的我自然不敢这样与你说话，但是如今是20年后，老袁，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怪你跟错了主子。若不是你死活跟着你的主子，也不至于沦落到今日这般地步，在此处受这种苦。我知道当年的你心高气傲，觉得你来自斗战元祖，血脉优质，实力通天，哪怕是我楚家的劲敌也奈何不得你。不过现在你知道你错了吧？你这倒退的修为，这无力的身躯，就已经说明了一切。这里不仅能吞噬我楚家之人的修为，同样能吞噬你的修为。楚空瞳，少说废话，你若想为你大哥报仇，那就直接杀了我，何必在这拐弯抹角的说些娘们话？老猿猴讽刺的喝道。杀你，那也未免太便宜了。你想当年你们主仆在我楚家那般嚣张，
如今竟然想要一死了之，简直是做梦！我就是要你们活着，要你们主仆在这里残存下去，直到你们成为连一丝修为都没有的废物，再让你们为当初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至于现在，我就是要折磨你。那坟墓内有波动，我知道你肯定是藏了什么人，你们主仆不能离开此处，便想通过外人帮助你们，对不对？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们就永远别想耍手段，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在这里受活罪吧。话到此处，楚空瞳冷笑一声，一层金光便自其身体抽离而出。那金光出现后，竟然化作了锄头与铁锹，来到楚风所在的坟墓前，这是要破开棺木。看着那飞掠而来的金芒铁锹与锄头，楚风并未惧怕，相反在他的脸上涌现出了难以形容的愤怒。先前那位与老猿猴的话语，楚风全部听到了，尽管二人只是交谈了寥寥几句，但是楚风还是听出了一些端倪。这位叫做楚空瞳的人，似乎是楚风家族之人，并且他与楚风的父亲和老猿猴有着不小的恩怨。当初他实力不济，不敢对楚风的父亲和老猿猴如何，如今楚风的父亲与老猿猴显然是遭受了什么，实力大不如从前，所以这个卑鄙无耻的楚空瞳便趁机来对付自己的父亲和老猿猴。楚风虽然不想死，但却也分时候，当自己父亲的尊严遭到挑衅之时，楚风着实不能忍，所以也就在那金芒锄头落下的同时，楚风也是站起身来，想要破棺而出，就算明知必死，他也要与那楚空瞳战上一番。然而令楚风想不到的是，就当他刚刚站起身来之际，这座棺材内的阵法竟然酝酿完毕，正式运转起来。这一刻，楚风只感觉周围的景物一阵天旋地转，很快的他便失去了知觉，陷入了昏迷之中。而就在这时，那有恐怖金芒凝聚的锄头与铁锹已是一同落下，夹带着毁灭性的力量，直接将那埋葬棺木的土壤轰散，并且也将那座悬石棺材的棺盖轰成了粉碎。只不过当那棺材盖被轰碎之后，棺材内没有楚风，同样的也没有传送阵法，只有一具小巧的婴儿骨骸躺卧在巨大的棺材之中。那骨骸由特殊的布料包裹着，金芒闪闪，但是骨骸却并不明亮，甚至有些暗黄，显然已死去了不少年头。怎么会这样？先前明明感到有波动，看着那空空荡荡只有一具婴儿骨骸的棺材，楚空瞳也是一愣，对这个结果感到很是意外。楚空瞳，你这个畜生，竟敢拆开我家，挖开我家少爷的坟墓，轰碎我家少爷的棺木，让他年幼的灵魂都不能安息，我跟你拼了！这一刻，老猿猴愤怒地咆哮起来，那刺耳的声音使得这座领地都是剧烈颤动。而这一次，对于老猿猴的怒吼，楚空瞳竟然并未反驳，而是有些没底气地说道：“不过是破开棺木罢了，又没有伤及他的遗骸。何况我是奉公办事，我觉得这棺材内有动静，查探一番也是理所应当。毕竟此处是我楚家的禁地，不能让外人擅入。不过既然这口棺木内没有异动，那我也就既往不咎，先放你们主仆一马。日后你们最好老实的看守此处，切莫有任何非分之想，否则就算我会放过你们，他们也不会放过你们。”话罢，那楚空瞳便收起了压迫老猿猴的金色光芒。与此同时，他周身的金芒也是变得异常，层层诡异的波动开始浮现而出。他这是想要离开此处。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无形的力量突然从天而降，笼罩在了楚空瞳的身上。那无形的力量太可怕了，简直可以毁灭一切，强到难以形容。总之，在那力量的面前，哪怕是楚空瞳也是惨叫一声，竟如烂泥一般趴在地上，一动都不能动，并且那股无形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使得那楚空瞳的惨叫也是越来越惨烈。甚至在那波动的压迫下，楚空瞳身上的金芒开始扭曲变化，渐渐散去，就如同肉身将被瓦解一般。在那无形力量的压迫下，终于一声轰鸣响起，楚空瞳身上的金芒竟然全部消失。而此时此刻，楚空瞳也是露出了真容，原来他并非高达10几米的金甲战士，而是一个身穿华丽长袍但身高不足1.5米的中年男子，并且这楚空瞳不仅身高矮小，长得更是丑陋无比，猥琐至极。最主要的是，此刻在他那丑陋的脸上竟然布满了惊恐的神情，甚至只是这一瞬间，大片的冷汗就已如雨水一般自其脸上渗透而出，流淌而下。不仅欺压我的人，还敢破开我的棺木，如今更是想就此离开。楚空瞳，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就在这时，一道淡如清风却摄人心魄的声音突然自那岭的深处缓缓响起。当这个声音落下之后，阵阵脚步声也是自岭的深处响起，而伴随着脚步声的靠近，一道身影也是很快从那黑暗之中走了出来。这名男子个不高体不健，长得也谈不上多么英俊，可以说平凡至极，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却是那么的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他给人的感觉已经不是人。没错，他给人的感觉的确不像是一个人，哪怕他的容貌再平凡，哪怕他身穿着的布衣再朴素，可是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的独有气质却是凡人无法比拟。楚轩辕，你见到这位之后，楚空瞳的脸色更是大变，那放大的瞳孔之中涌现出难以形容的恐惧，以颤抖的语气说道：“怎么可能？你身在此处这么多年，修为竟然没有倒退？楚空瞳，你可真是搞不清状况。你现在应该担忧的应该是你的安危，而并非是我的修为。”楚轩辕嘴角上翘，似笑非笑的走了过来，而老猿猴也是站起身子，走到了楚轩辕的身后。你想做什么？禁地有异动，我奉命下来查探。你若是敢对我如何，我上面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楚空瞳意识到了事情不妙，他咬着牙想要挣扎起来，可是奈何在楚轩辕的面前，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上面的人，其实我很好奇，你上面那些迫不及待想对付我的人究竟是谁呢？不妨对我讲讲如何？楚轩辕走到了楚空瞳的身前，意念转动之间，趴在地上的楚空瞳就如木偶一般从地上浮起，笔直的漂浮在楚轩辕的面前。楚轩辕，
你休想套我的话，有种你就动我一下试试，我会让你知道动我的后果是什么。楚空瞳的眼中闪过一抹决意，那是死也不能开口的决意。所以此刻的他已是将嘴巴闭上，并且闭得严严实实。后果我倒是可以让你知道，挖开我棺木的后果是什么。话罢，楚轩辕的眼中突然闪过一抹寒光，与此同时，只见一道血光自楚空瞳的双眼一扫而过，那楚空瞳便开始悲惨的嚎叫起来，因为此时此刻他的双眼满是鲜血，眼球已经消失不见。看过我的遗骨，就该让你失明一生。而就在这时，楚轩辕的手掌缓缓摊开，那上面竟有着2颗完整的眼球。只不过他手掌刚刚摊开，又猛然握起，将楚空瞳的2颗眼球捏成了粉碎，似乎感受到了自己眼球被捏碎。楚空瞳叫得更为惨烈。老袁，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不要留情，只要留他一口气就行。楚轩辕转身退到一旁，而老袁侯也不客气，走上前去，挥动自己那利爪，对着楚空瞳的身体便抓了过去。老袁这一爪子可谓毫不留情，不仅仅在楚空瞳的身体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伤痕，更是连骨头都被直接抓断了，肉皮翻开，露出内脏，这便是楚空瞳此刻的伤势。但是这却仅仅是个开始，老猿猴对楚空瞳的折磨可绝对不止如此，这真的只是一个开胃菜，因为越是往后，老猿猴的折磨越是令人胆寒，扒皮抽筋，卸骨移位，只是眨眼的功夫，楚空瞳的肉身便被老猿猴折磨得面目全非。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种楚空瞳之下，楚空瞳非但没有越叫越惨，反而是强忍了下来，甚至到了最后，楚空瞳竟然大笑起来，哈哈，老袁，你真是老了，连折磨人的手段也是这么的庸俗，一具肉身而已，我送给你了，你随便废，这根本就影响不到我。至于这点疼痛，我楚空瞳也完全能够承受。楚空瞳不仅大笑，更是得意忘形的侮辱起老袁。听得此话，老袁眉头微皱，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到了他们这个境界，肉身的却算不上什么，他也很清楚，这样折磨楚空瞳，除了能让他承受一些痛楚外，他根本损失不了什么。但是他却也没有办法，毕竟楚空瞳是楚家之人，并且他此次下来定然是有人知晓的，所以他也不敢真的将楚空瞳杀掉。你确定这只是一具肉身？可就在这时，楚轩辕却是微微一笑，随后他掌心一动，一道光束便爆射而出，直接钻入了楚空瞳的体内。当那光束入体之后，楚空瞳脸色大变，难以继续隐忍，再度发出了悲惨的叫声。而与此同时，道道符咒开始由内而生，在楚空瞳的身体上下爬行。而随着那些符咒的爬行，楚空瞳的肉身也是开始溃烂，他的肉身竟然在被吞噬。到的最后，楚空瞳的肉身彻底消失，而先前的丹田则是幻化成了一缕光束。那缕光束在空中飘荡了很久，一边飘荡一边发出痛苦的哀嚎，直到足足半个时辰过去后，它才停滞于半空。这一刻，那光芒体开始伸展，最终化作了一个大概的人形模样，那正是楚空瞳。楚空瞳的肉身被废，他如今只剩下了这道残石。只不过此刻楚空瞳的神识却与其他人的不一样，其他人的神识不管身上的光芒有多微弱，但起码是完整体，可是楚空瞳却不是，他没有双眼，并且浑身上下体无完肤，甚至2双脚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一条手臂，并且那手臂之上只有一根手指。最主要的是，楚空瞳的修为此刻竟然在急速倒退。楚轩辕，你对我做了什么？感觉到自己的变化，楚空瞳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而对于楚空瞳的反应，楚轩辕却是淡淡一笑，我若是你，绝对不会在此处逗留，而是赶紧回到族内去找你的上头，帮你医治伤势。不过这个前提是他们有能力帮你治好。听得此话，楚空瞳的神情再度大变，他又怒又恨，却又不敢说什么，因为他知道楚轩辕的手段，若是这位的修为倒退，那倒还好说，可是如今他的修为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深不可测，他根本看不出端倪。这样的楚轩辕可是非常难以对付的，就算在族内有人可以医治好他，但却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影响自己的修为。他不觉得有人会为自己这样做，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眼下已是无路可走，只能身形微动，布置出传送阵法，趁着自己的修为还在，尽快离开此处。对了，楚空瞳，告诉你上头的那些人，他们若是对楚轩辕我有意见，大可自己来找我麻烦，只要他们敢的话。楚轩辕此话一出，楚空瞳顿时身体一颤，不敢再停留，直接掠入传送阵法，离开了此处。楚空瞳离开后，这座领地再度恢复成了先前的模样，四周漆黑一片，唯有那一小堆木柴火焰还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点亮一小片的方。楚轩辕微微抬手，便将那破碎的棺木修复，并且被挖掘的坟墓也是恢复成了先前的完好模样。老袁辛苦你了。做完这些后，楚轩辕将目光投向老猿猴，满含歉意的说道：轩辕，和我还用这么见外？只是一点小屈辱罢了，若是能够起到激励楚风的作用，就算我再多受一些委屈，那又如何？老猿猴很是释然的笑道，一切都是那么的心甘情愿。老袁，我说的不仅是这些，而是楚轩辕看着此刻瘦弱不堪的老猿猴，目光变得越加伤感与自责，因为他很清楚曾经的老猿猴是何其强大的存在，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何况修为这东西，能没就能练，我现在只是倒退而已，早晚可以修炼回来。老猿猴淡淡一笑，随后再度说道，其实楚风这孩子的天赋还真是不赖，在修炼资源极为缺乏的东方海域，能有如今这样的修为，本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何况他的传承血脉还被你动过手脚，现在修炼的苦一点没什么，但却可以为日后做一个很好的铺垫。不过说句实话，芬儿这个孩子成长的比我预想的要好，不只是修为上的，而是性格上的。这么多年我都没能在他身边保护他、照顾他、辅导他，我最担心的
不是他的修为能够提升到什么地步，而是他的性格。现在我的担心已经烟消云散，因为他的性格已经定型，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好男儿。这一点我真的很欣慰。楚轩辕满脸欣慰地笑了笑。楚风能有如今这样坚毅的性格，也是因为有你这样一位父亲吧。毕竟他是你的儿子。只是如今楚风进入了五之圣土，以他如今的修为，就如同一条小鱼进入了浩瀚大海。哪怕他天赋异禀，拥有着胜过寻常人的传承血脉，可是毕竟还未成长起来，在那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你作为父亲的，就一点也不担心吗？老猿猴说道。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这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他留在此处，让他成为一个废人，然后直到老死吧。与其这样，还不如放手一搏，至少他还能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楚轩辕很是无奈地说道。其实我最担心的倒并非是外人，而是你楚家的人。虽说他们如今基本不会涉足这方世界，但实际上楚家也有人一直在监视这方世界。虽然你在楚风的传承血脉上做了手脚，这让他掌握的力量看上去与你楚家的传承血脉很是不同，但是哪怕再是不同，也有着相同之处。楚风非池中物，只要能够安然成长，早晚会名扬这方世界。若是楚家那些与你有过节的人听得了他的事情，难免会有所怀疑。所以当初你让那个东方海域的人带楚风离开之时，我才劝你，与其让楚风继续用这个名字，倒不如更名换姓更是妥当。老猿猴说道。不管楚家如何待我，但我与风儿毕竟是楚家之人，姓不能改，而风儿的名字乃是他娘亲所取，更是不能改。又何况天下之大，同名之人数不胜数，风儿若真是因为一个姓名而遇到劫难，那只能说这是他命中注定。修武的路本就不好走，作为他的父亲，我肯定会担心他的安危，我不想他受到伤害，希望他能够平安。但为了他的前途着想，我也不会一直庇护他，而是更希望让他自己独自面对一些凶险，因为有些事情就是应该让他亲自去经历，譬如磨难，这可是比修炼资源更珍贵的东西。试问普天之下成名的强者，哪一个不是经历了万千磨难，闯过无数次鬼门关的人？相比于天外，这方世界简直就像是一处温室。我楚轩辕的儿子，若是在这种地方都成长不起来，那也只能说他不配做我的儿子。话到此处，楚轩辕的眼中那种父爱的慈祥全都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狠色，无情的狠色。看到这样的楚轩辕，老猿猴没有再说话，而是长叹一声，满含复杂的情绪。与此同时，楚风已经苏醒，他发现此刻的他已经离开了棺材，进入了一个隧道之中。在这个隧道之内，楚风的身体失去控制，只能随波逐流，以一种难以形容的极快速度向前行去。他知道他已经步入了正轨，这条隧道才是真正的天路，真正通往五之圣土的道路。但是此刻楚风的心情却很是复杂，因为先前所发生的一切他全都历历在目，甚至他不能够确定老猿猴如今是否安然，自己的父亲是不是也因为自己而受到侮辱。楚风并不怪自己的父亲，也不责怪老猿猴，他能够从先前的一幕中看出来自己的父亲与老猿猴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楚风也能够猜到自己的父亲为自己做了多少。那个坟墓是他的，但却是用来掩人耳目的，那应该是他的父亲为了让家族内的人相信他已经死了，才伪造出的谎言，目的就是让楚风离开那座领地，因为那座领地乃是一个不祥之的，否则老猿猴与自己父亲的修为也不可能倒退。总之他的父亲不仅仅是被驱逐出家族那么简单，他们也在承受着痛苦的折磨。楚风不清楚在他的家族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却能够确定，如今他的父母过得并不好，至少他的父亲过得很不好。而从老猿猴之前的话语之中，楚风已是知道他父亲之所以会这样，与他有着脱离不开的关系，可以说是他害他父亲落到如今这般田地的。所以楚风很自责，非常的自责，那种自责简直让他痛不欲生。楚风，不要有心理负担，不管发生了什么，但那都不是你能左右的，过去的已成事实，不管是谁都无力去改变什么，但是你却可以改变未来。那个老猴子不也说了吗？剥夺了你父亲荣耀的是你，但能够夺回你父亲荣耀的同样是你。由此可见，他们对你寄予了怎样的期望。感觉到楚风状态低迷，淡淡开口安慰道，我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不仅会夺回我父亲失去的荣耀，我还要让那些践踏过我父亲荣耀的人付出代价，哪怕他们是我的家人，也绝不留情。这一刻，楚风的眼中闪过一抹狠色，这抹狠色与他父亲眼中的很像，但却有些不同，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凶狠，因为这是楚风的决意。